大家好，我是拉拉的欧玛，咱们接着讲故事。今天的这故事吧，有点沉重，就是讲北京这800年的古城是怎么一点一点变得面目全非的。我是北京出生的，在那儿生活了30年，对北京是有感情的。但是呢，我现在回北京就感觉特别陌生，整个那个城市呢，特别浮躁，特别喧嚣，特别令人紧张。尤其是这个满大街跑的那个电动车，横冲直撞，有的还逆行。每次过马路我都胆战心惊的，因为我被那电动车给撞过。我小时候那北京城吧，是个古朴安静的一个古城，有一圈城墙围着，旁边还有一个护城河。城里面呢，除了马路，就是那个纵横交错的大大小小的胡同。很多胡同呢，它的名字就跟它的那个功能有关系比如我们中学附近，我们中学在西单那边，那个有劈柴胡同，一听就是卖劈柴的过去。大木仓胡同，就是卖木头的啦。东城区呢还有什么金鱼胡同，卖金鱼的，帽儿胡同，等等等等吧。听名字呢，你就知道这胡同以前它是卖什么的。西单、东单这名字怎么来的呢？是过去吧，那儿有一个单牌楼，西单就有一个，东单有一个，就叫西单、东单简称。那西四、东四呢，它就是那儿有4座牌楼，所以叫西四、东四。我们家呢是住在复兴门外的真武庙，这个真武庙呢是日本占领时期被他们日本人给拆了。我们小时候吧，特别喜欢到那个城墙根那儿去玩，因为我们住在复兴门外面嘛，离城墙走也就几分钟的路。那边可好了，然后有一条小溪似的护城河，实际上就是一条溪叫河，和那个河边都是参天大树，然后那个溪水呢很浅的时候吧，你踩着那个中间的石头就能过去到对面。可好玩了。夏天那块浓荫蔽日，特别凉快。然后我们可以玩水然后我们那时候养兔子给那个兔子割草都在那个河边那儿。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进城就看到那个城墙了一个一个门宣武门和平门前门什么的，那个城墙很高很壮观的。我老公他们家住在东城的那个东交民巷，在崇文门内。他呢对城墙那个印象也特别深，因为他们家外面就是城墙，看得很清楚。但是呢，很遗憾今天城墙也没了，这些牌楼也没了，然后那些胡同大部分也都消失了。49年北京市这个和平易手的，没有战火，对吧？本来是应该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古物都保存下来了，大家应该极力的保护，对不对？关于这北京城的发展，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著名的梁陈方案，就是梁思成和陈占祥这2个建筑师提出来的，主要就是要保留这个古老的这个城市保留古城作为文化遗迹在城墙上呢可以建一个那个城市花园，供市民休闲用，这不是很好吗？然后呢，另外呢，再在城外再建一个新区，建一个做首都的行政区，新城老城分开。这种老城新城分开的做法，在世界上被很多国家采纳。凡是那个重视文化传统的国家吧，他都拼命的保护这个文化的这古迹，哪怕就剩下一根柱子了，人家都舍不得拆。知道那个这是拿钱换不来的文化遗产，是吧？你游客最感兴趣的
不是什么现代建筑，人家看的就是这个历史遗迹。咱们去呢，外边旅游不是也是就看这些吗？这个咱们国家这不是闹革命吗？这老祖宗的一切都否定了，都是封建糟粕。那破除起来就是不但没有一点心理负担，而且那个理直气壮的。这良辰方案那就最后被上方给否定了，主要是毛主席不同意啊。你想啊，这打江山得坐江山啊，中南海这皇家园林住着多美啊！搬到城外去什么都没有，想都不用想，这人性全是没什么觉悟，就是这个都一样，毛主席自己都说了，他那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切规矩都不放在眼里，尤其是知识分子，是毛主席最要改造的，这个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都是落后的、陈旧的，甚至可能反动的，你看，这提这方案，这不是用死人压活人吗？这不是阻挠新中国建设吗？你这政治大帽子这么一扣，那谁还敢吱声啊？后来那两个建筑大师都倒霉了。57年，陈占祥就是右派啊，化成右派；梁思成也差一点上了榜，都跟这方案有关。有人就说了没办法呀，我们要建设新北京啊，城墙妨碍交通就得拆。那其实吧，是对首都的这个定位不对。你这首都就应该是一个文化和行政中心，不应该是其他的中心，尤其不应该是一个工业中心。世界上好多国家首都都是这个秉持这个理念建的，但是北京不是大力的发展工业，城区那时候的那工厂多如牛毛烟囱林立污染，多大的工厂都有，包括化工厂，别提多臭了。那时候也没有这环保的概念，工厂越多，人看着越高兴，可劲儿的造。这么一来吧，这800年古城，这个北京厄运就开始了。先是把那个城门和牌楼都拆了再一点一点的拆城墙。这复兴门是那个日本占领时期扒开的一个豁口，以前没有门，起名长安门。抗战胜利后呢，国民政府给它改的名叫复兴门，并且还正式的给它做了一个拱门。但是到了56年呢，就为了拓展长安街复兴门那拱门就被拆了。我们小时候都已经没见着拱门了。文革前呢，开始又修那个地铁1号线，就从长安街那穿过去嘛。当时技术又落后，也没有那个地下的那个挖钻探的那个设备，只能就是把那地面大掀了盖儿，开始建。于是那个城墙呢也被大量拆除了，护城河也整个给填了。那到文革时候，那破坏的古迹那就更不计其数了。就这应了咱们这国名了China。文革中呢，就到69年了吧？这不是中苏在那个边境珍宝岛又打起来了吗？50年代的时候，中苏那会儿是蜜月期，苏联是什么老大哥斯大林死了以后呢，这个中苏在意识形态上就分歧越来越大，60年代就彻底掰了。中共那个就连篇累牍的批判苏共，管他们叫苏修，一共有9篇评论文章，简称9评，说他们背叛马列主义了那时候那个社会上都组织学习9评我们学校那个小学生也听教室里都有那小喇叭，然后播那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那个9评。
大家都学那种大批判的那种文风哈。后来就是文革的时候，那个大字报写大字报的那个，全都是从那儿来的那种语调语言。然后这苏联跟中国这不是一开战，大家都害怕呀，因为这苏联这老毛子这战斗民族，这扩张地盘的这传统都融入基因了。前苏联时期，那个东欧有个华沙条约组织，华约本来是跟北约对着干的啊，但是呢，实际他们对自己人更狠啊，曾经出兵匈牙利，后来又到捷克镇压布拉格之春，兵戎相见的。反正谁跟老毛子当邻居，那就真倒了血霉了，深受其害都。当然那个时候69年这一边境一打起来，这个人心惶惶啊，搞不好一看那核大战都要起来了。毛主席一看咱们这国力也不行啊，也打不赢，只能防御，于是就指示全国军民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于是乎一夜之间，各单位学校吧，全都家家户户啊齐上阵啊，到处都没黑夜没白日的挖这防空洞，哪儿啊什么机关啊宿舍呀大院里啊学校里的都开挖。那时候那人那头脑吧也简单，也没有什么规划啊设计，说干就干。学校操场上吧就用那个大白灰画上一道沟啊，然后这些孩子们学生啊13、14岁的小孩儿拿着那镐头就刨地，然后拿铁锹就开始挖了，学校就都停课了。各班的学生啊，然后一班分一段，你们班就负责这一段，你们自己挖吧。白天黑夜的还挑灯干呢。那个沟吧，大概有1.5米宽吧，啊，2.5米深，我就这么说啊，反正是那长度是要把全校学生都要能装得进去的，全是打通的，而且，没有多长时间，我印象当中就挖好了那沟。但是呢，挖好沟了以后不行啊，你得砌呀，这个防空洞是要砖的，哪儿来那么多砖呀？现烧也来不及，啊，然后就想着这个，哎，这老祖宗跟老祖宗要吧，就上城墙那儿，上城墙拆砖去啊。然后大家就呼啦一下就跑那个城墙了。实际上呢，那时候城墙呢本来已经是拆的七七八八的一副惨相了，然后再这么一倒一去一拆，那就彻底的就拆光了呗。我们学校那个离得最近的那段城墙啊，在这个复兴门和阜成门之间啊，然后就学生就去了，走到那儿就随便就找一段爬上去就拆，反正也没人管。那一阵把那城墙上那个拆砖的就跟无数蚂蚁似的啊。要说那个老祖宗呢，那真行，那个青砖啊，城墙砖那个造的倍儿棒，光滑细腻平整，一块砖呢，有50斤重。那砖和砖之间把砌的那叫严丝合缝，据说是用这个米汤粘的啊。人那时候也没水泥，也没有什么，对吧？用镐头这刨都特别不容易刨下来，特结实，而且刨下来以后呢，都见棱见角都不带碎的，啊，然后搬呢就往回搬哈，一般呢是在晚上，大家就我们这帮初中生啊，一帮还没发育好的孩子，劲儿大的男生就搬一整块儿，女生呢劲儿小啊就搬半块儿。就这个晃晃悠悠、呲牙咧嘴，东倒西歪的，就在学校和这城墙之间来回穿梭。就是这些城墙砖吧，再加上也不知道哪儿来的砖啊，反正是还包括这个
防空洞上面还有那拱呢，水泥拱呢，哎呦，我都不记得是从哪儿来的了。总而言之呢，这防空洞还真是就建成了。对，我们还钻过呢，还做过那防空演习呢。北京市啊，全北京市，包括全国啊，全国情况我不太了解，反正北京市各个单位、各个地方都有防空洞，叫人防工程，都陆陆续续弄好了。我们住的那个宿舍大院里也有，那洞口就在我们家那个楼下正对着。你想想哈，这么大一工程，那时候全市有700-800万人口呢。且不说它真的能不能防原子弹啊，反正光那个规模堪称地下长城。这中苏这大战呢也没爆发，后来呢知道是这个美国人给插了一杠子，苏联呢就没敢轻举妄动。然后这地下长城呢一天也没用上，当然咱还得庆幸哈没用上。文革以后呢，这防空洞吧，就做了仓库了，有的就改成地下商店了、地下发廊了，或什么旅馆了。质量不好的呢，就被填了。这段历史啊，真的不堪回首。这个庆幸的是呢，这中苏间没打起来啊。倒霉的是呢，我们把这长城给拆了一个干净。当年这梁思成哈，不是有句话吗？说这个50年后你们会后悔的。的确，这个真的是应验了。我那个去西安，站在人西安的那个城墙、古城墙上的时候，就想起咱们北京的城墙了，心里边就是特别的酸。建设北京，我是没出过一点力，连棵树都没种过，破坏吧却有一份儿，真的是这个后悔莫及，非常的惭愧。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下次咱们说说北京的这个胡同是怎么慢慢消失的。回见。